大家好，我是香港汉瑞。听到很多粉丝反映，就是汉瑞教大家申请这个美卡以及海外的一些账户，很多人反映就是有些 APP 下载不了，还有就是，在应用商店里找不见这些应用 APP，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像很多软件应用的话，它是分区的。你像美国的一些、英国的、欧洲的一些应用程序的话，在咱内地的这个应用商店是没法下载的。你需要下载海外的这些应用的话，要跳出这个搜索不到的这种情况，就需要一个海外的一个应用商店。比较容易操作的呢，就是这个苹果手机申请一个美国的一个美区 ID。这个美区 ID 什么呢？就是一个美国的 Apple ID 的一个账户。用这个账户的话，登录苹果账户或者是登录苹果应用商店的话，它的应用市场的话是美国的应用市场，它相对来说这个 APP 的数量比较多一点。你像咱遇到的要下载一些美区的应用，或者是一些海外的应用的话，在国区的 Apple ID 是找不到的，但是在美区 ID 下面就能看得到了。这个要申请这个美区 ID 的话大家要提前准备的几样东西。首先第一点的话得有一个苹果手机或者是苹果电脑也可以。然后就是准备一个邮箱这个邮箱方面，我建议大家最好用这个 Gmail 或者是微软的 Outlook， 或者是微软邮箱。怎么说呢？就是我建议用这个谷歌邮箱或者是微软邮箱。还有就是如果有这个海外电话卡的话，尽量用海外电话卡。你比如说是美国电话卡，或者是那个香港的、英国的电话卡都可以。这个用来接收这个美区 ID 的一些消息验证。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也是可以用这个咱内地的86手机号码，也是没问题的。然后的话就需要准备一个美国的一个地址。这个地址的话，你有的话更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待会儿会教大家怎么生成一个美国地址。这个美国地址的话是有在注册当中会有一步操作需要美国的一个地址大家先登录这个苹果苹果网站，然后在这个苹果网站里面大家进入这个苹果的这个苹果 ID 的一个申请登录界面。这个申请美国 ID 的这个网站网址，我待会儿会打到那个屏幕下方，大家可以根据操作，然后点击这个链接，然后创建你的苹果 ID，你的姓氏名字。这个的话可以用一个英文姓氏或者名字，不一定非得用真实姓名。然后这个国家地区的话，这个就划分你的一个不同区域选择美区的话就找美国，用美国的一个地区这个主要区分这个 ID 的这个国家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国家地区，其他地区同理。你比如说你想申请这个欧洲英国的，想申请日本的 ID， 都是同样的，在这边想要的一个地区。而且这个海外的这个苹果 ID 跟咱内地的苹果 ID 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苹果 ID 的话，它的一个苹果 iCloud 这个云端数据存储在云上贵州。那个海外的话的苹果 ID 的这个 iCloud 云端数据存储在海外，就这个你登录这个苹果 iCloud， 你能看到咱内地的这个苹果 ID 登录进去之后，那个 iCloud 上会显示这个云上贵州。如果海外的话，直接是显示这个苹果 iCloud， 没有这个云上贵州。这个就输入你的姓名、出生年月。这个出生年月日的话，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这个有个条件就是必须必须年满18岁，所以说大家输入这个日期的话，尽量往前靠一点，不要输入的太小于18岁。然后这个就是你的苹果 ID， 我就刚才让大家准备的这个微软邮箱或者是 Gmail 邮箱，大家用这个因为这个邮箱的话，平时要登录这个苹果 ID 的话，它需要验证这个输入接收这个验证码，或者是有苹果有什么消息的话，通过这个邮箱发送给你。就是我建议大家用谷歌还有微软，就是有些信息可能会有些邮箱会拦截，那这个 Gmail 还有那个微软邮箱的话，相对来说这点做比较好。
这个密码要求至少包含8个数字，然后有大写有个小写，至少有一个数字，然后大家输入一下。这个满足这个包含8个数字大写字母还有小写字母这个已经满足了，然后再点击。这个电话号码我用香港的。其实我建议最好有海外电话的话用海外，因为这个你申请毕竟是这个美区的 ID 嘛。而验证方式的话就短信，然后这个公告还这个根据个人情况，然后点击勾选，然后输入这个验证码。大家登录这个网址，然后看到这个界面之后，然后点击这个创建你的苹果 ID。等确认输入这个验证码，确认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验证，然后在邮箱里找到这个 Apple ID 的这个验证码，输入进去之后，手机上也会收到这个验证码双重验证。这边会有这个协议，然后就同意输入你的这个 ID， 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刚才为什么推荐大家用这个海外手机号码或者是海外邮箱呢？就是因为这个有可能就是有些情况下收不到这个验证码，要是用这个谷歌邮箱或者是这个微软邮箱的话，它能收到这个验证码。这是你的 Apple 账户，然后进来之后，还有一步需要操作，因为那个你要登录这个美区苹果 ID， 你要下载应用的话，它需要认证一个地址，需要 ID， 需要添加一个美国地址。这个美国地址的话，需要登录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个网站。网站待会儿我也把这个打在那个下面评论区。就美国地址的这个，因为大家如果有海外这个苹果 ID 的话，有这个苹果 ID 的话，有时候可能会牵扯到这个支付或者是使用这个产生这个购买行为。大家使用这个美国免税州的这个地址的话，可以节省这个美国在消费当中产生的这个消费税。这5个州是阿拉斯加，还有这个特拉华州，还有蒙特拉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俄亥俄州，大家随便选一个吧，选个阿拉斯加州。在这上面，美国地址生成器上面选择阿拉斯加。你看这个名字其实就可以改一下。主要是用这个地址。你像它生成这个账单，你像你的个人信息啊什么的都有。它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把这个存一下。后期的话需要什么做一个账单或者什么东西，随机的一个地址，这个还是比较好的。看到没有？主要是用这个地址，大家把这个地址指过去 ，straight 接到邮政编码，这就算是你这个美区账户就算登录完成了。大家先看看这个 iCloud， 大家看这个云盘，这上面没有显示这个云上贵州，这个区别就在这儿，它的这个云端存储的话是在海外。然后下来就可以登录你的 Apple Store。我用这个苹果 iCloud 商店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每次登录的话，它会有这个验证码发送到你的手机或者你的邮箱。我建议大家用这个海外的这个邮箱或者是海外的这个手机号码。如果实在没有的话，用内地的也可以。最后一步还需要激活这个 iCloud 商店。这可以看到这个应用商店里面显示都是美区的这个苹果 ID。这儿能看到这个 Apple Store 里面商店里面显示的都是美区的这个应用。下一个 TikTok， 来找一找这个奈飞迪士尼。